祖师，咱这是往哪儿去？幽冥地府。地府？咱不是去灵山救猴哥吗？悟空被金兽镇压500年，魂魄已与结界相融，若强行破开，他的魂魄也会随之消散。金州结界乃如来以因果法所布，要破此法，须先断其因果。怎么断？悟空已死500年，生死簿上必有记载。先去地府撕了那页生死簿，断了如来的因果根基。嘿嘿嘿，祖师，俺老猪服了。那地府俺熟，当年取经路上没少跟牛头马面打交道。阎罗殿在哪儿？判官桌在哪儿？俺门儿清。带路。几百年了，连个闹事的都没有。可不是，自从那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，咱们这儿连业绩都凑不够了。那不是净坛使者吗？劳驾，开个门，俺老猪有事儿要见阎罗王。您稍等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不必。当年猴哥好歹还踹了2脚，祖师爷连手都没抬。走吧。祖师，这是啥神通？定身术，当年教过悟空，他没教你？那六耳猕猴当然不会教俺。报，净坛使者猪八戒带了一个老道士闯进来了，300多弟兄被钉在黄泉路上动不了了。区净坛使者也敢来地府撒野？老道士长什么模样？白发白须，灰布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根黑黝黝的戒尺，看着平平无奇，可那气势，小的只看了一眼，魂魄都要散了。白发灰袍戒尺，难道是灵台方寸山斜月3星洞菩提祖师？哟，十殿阎罗都在呢，省得俺老猪一个个找了。净坛使者擅闯地府，该当何罪？俺是跟着祖师爷来的，你们要问罪，问他老人家去。晚辈阎罗见过菩提祖师，不知祖师驾临有何指教？取生死簿来。祖师要生死簿，所谓何事？老夫徒儿孙悟空500年前被如来镇压魂魄于灵山之下，这500年间，他的生死命数是谁在管？孙悟空，他不是在灵山当斗战胜佛吗？生死簿上500年前就勾了他的名啊！勾了的是孙悟空的名字，可写在生死簿上的是六耳猕猴的名字吧？此事，祖师，老夫不问你们是否参与，只要那一页生死簿。祖师，生死簿乃天道至宝，擅自撕毁是逆天而行，即便您是天道。你们所谓的天道，包庇冒牌货500年，却让我徒儿在暗无天日的金箔之下，日日承受魂魄消磨之苦。这天道不要也罢。崔判官，快取生死簿！大王，生死簿在此。孙悟空那一页在何处？回祖师，在天地灵猴卷第1372页。孙悟空，东生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仙石所生，保唐僧西行，历经9981难，封斗战胜佛，享佛位永寿。这上面写的是谁？是六耳猕猴。真正的孙悟空500年前就被如来以金斗镇压，生死簿上并未记载。未记载，好一个未记载！我徒儿在3界之中连存在过都不算。既然如此，这生死簿也不必记载任何人了。祖师不可！生死簿若毁，3界生灵命数将紊乱，天道将倾。天道倾了，老夫再撑起来便是。俺这个乖乖，走。去哪儿？灵山。祖师，那生死簿全毁了，只毁了天地灵猴一卷。可咱就这么大摇大摆去灵山，如来老儿肯定早有准备。
就是要让他准备。500年前，他在灵山之上，当着3界仙佛的面，偷天换日镇压老夫的徒儿。500年后，老夫便在同一个地方，当着同样的人，把他的灵山拆成废墟。祖师，俺老猪跟您去，可俺这点本事，若非你来方寸山，老夫至今仍被蒙在鼓里。你帮的忙已够大了。祖师，走吧，悟空撑不了太久了。生死簿，天地灵猴卷被毁了。佛祖，出什么事了？方寸山那位出山了。菩提祖师，他不是闭关500年不问世事了？既出山，必是为孙悟空。500年前那桩事瞒不住了。佛祖，那我们传令灵边上下备战。菩提，你我的这一场终究是免不了了。灵山，好大的气派！祖师，咱就这么直接进去？不然呢？俺是说，要不要先敲个门，或者递个拜帖什么的？老夫来拆庙，不是来做客。来人止步！此乃西天灵山圣地，未经佛祖召见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再往前一步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让开！俺的个乖乖！菩提，50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把悟空交出来。斗战胜佛正在后山清修，你若想见他，本座可令人通传。如来，到了此刻还要装吗？菩提祖师，此话何意？你们供奉了500年的斗战胜佛是个冒牌货，真正的孙悟空被如来用筋斗镇压在后山石窟，魂魄日日被消磨，生不如死。这怎么可能？斗战胜佛是假的，佛祖，这……菩提，你说斗战胜佛是冒牌货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，老夫亲眼所见。你何时见过？老夫不曾见过，但有人见过。俺老猪见过。净坛使者，你所言当真？如来老佛祖，俺老猪虽然平时爱偷懒、爱耍滑，可俺从不昧着良心说话。3日前，俺亲眼看见那假悟空去了灵山后山的石窟，俺跟了进去，看见了一道金桌结界，结界底下传来的是俺猴哥的声音，他叫俺呆子，那是只有俺猴哥才知道的叫法。净坛使者，你可知你所言意味着什么？俺知道，意味着俺要跟整个灵山作对，可俺不怕。俺猴哥被冤枉了500年，俺要是再装聋作哑，俺还是人吗？如来佛祖，俺老猪敬你是3界至尊，可俺想问你一句，500年前真假美猴王，你用金斗罩住的究竟是谁？是孙悟空。佛祖，佛祖，你说什么？500年前，真假美猴王闹上灵山，本座以金钵罩住其中一个，对外宣称是6耳猕猴，令孙悟空将其打杀。但实际上，金钵罩住的是真正的孙悟空。为何？孙悟空乃天地灵猴，不在五行之中，不受天道约束。他若成佛，3界格局必将改写，而6耳猕猴善灵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后可控。本座以6耳替悟空，是为3界安稳。好一个3界安稳，用我徒儿的500年囚禁换你的3界安稳。菩提，孙悟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本座不过是顺天而行。好一个顺天而行，老夫今日便要逆天。菩提，你要在灵山动手，
500年前，你在这灵山之上，当着3界仙佛的面，偷天换日，镇压老夫的徒儿。500年后，老夫便在同一个地方，当着同样的人，把你的灵山拆成废墟，公平的很。你虽为混沌散仙之祖，但你真以为能轻易胜过本座？试试便知。俺的这亲娘嘞，这哪是雷音寺，这是天塌了呀！定神术，定住了满天神佛。菩提，你当真要与3界为敌？老夫不与3界为敌，老夫只与害我徒儿的人为敌。今日谁拦老夫救悟空，老夫便杀谁，无论神佛。菩提，孙悟空魂魄已与金帛相融500年，即便你毁了灵山，也未必能救他。金帛结界以因果法不成，要救他，需先断因果。你毁了生死簿上的天地灵猴卷，只是第一步。第2步，需以无上法力逆流时光长河，从500年前那场真假美猴王中将他的命数剥离出来。这等逆天之举，连本座都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老夫做不到。你去何处？后山石窟。如来，你最好祈祷悟空能平安归来，否则老夫拆的就不只是灵山了。祖师，那如来老儿说的是真的吗？要救猴哥，真的那么难？难。那怎么办？你替老夫护法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不可让任何人靠近老夫3丈之内。护法？祖师，俺老猪这点本事，能护什么法？你不是说为了悟空死也不怕吗？俺老猪说到做到。猴哥，你等着，俺老猪这辈子没干什么正经事儿，这一回俺豁出去了。护法，俺老猪这辈子给人当过跟班，当过打手，当过跑腿的，可从来没给人当过护法。祖师爷这是要做什么？朱悟能，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切不必惊慌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记住老夫方才的话，不可让任何人靠近老夫3丈之内。祖师放心，俺老猪虽然本事不大，但这身标结实的很，谁来俺就盯谁。好，天道有常，光阴如水。今老夫以方寸山一脉祖师之名，借混沌之力，逆流时光长河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时光长河，老夫要将悟空的命数从500年前那场浩劫中剥离出来。剥离命数？祖师，俺老猪听不懂，你能不能说点俺听得懂的？意思就是老夫要让那场真假美猴王从未发生过。从未发生过？那猴哥他会回来。俺懂了，祖师，您尽管施展神通，俺老猪给您守着。那是猴哥大闹天宫的时候，那是他在花果山称王的时候，那是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。就是那一日，就是那场真假美猴。悟空，为师来带你回家了。师父，给老夫出来！猴哥，快！菩提祖师就在里面，佛祖有令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。可是连佛祖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……佛祖说了，菩提正在逆流时光，此刻他的肉身极为脆弱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来了，还是来了。
敬天使者，你竟然背叛灵山！背叛！文殊尊者，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俺老猪从来就不是灵山的人，俺老猪是猴哥的师弟，是取经队伍的二师兄，是净坛使者朱悟能，唯独不是灵山的走狗。猪八戒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菩提祖师逆天而行，毁生死簿，闯灵山，如今又要逆转时光长河，这是3界共州的大罪。你若识相，现在让开，佛祖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你笑什么？俺笑你们这帮秃驴，脸皮比俺老猪的肚皮还厚。你们口口声声说逆天而行，那问你们，500年前如来老儿用金豆镇压俺猴哥，让6耳猕猴冒名顶替，这算不算逆天？你们囚禁俺猴哥500，折磨他500年，羞辱他500年，这算不算逆天？就是如来老儿欺世盗天，就是你们这样的天道，逆了又如何？执迷不悟，动手！俺老猪说了，谁也别想靠近祖师3丈之内。就凭你一个净坛使者，也想挡住我们？俺老猪是挡不住你们所有人，但俺老猪能拖住你们一时半刻。只要祖师把猴哥救回来，俺老猪就算死在这儿也值了。猴哥，你快点回来，俺老猪快撑不住了。那是红军老祖。老祖出手了，菩提完了！红军，你终于坐不住了。菩提，你毁生死簿，闯灵山，逆流时光，这3桩罪，桩桩皆是逆天之举。若就此收手，本座可既往不咎。哈哈哈！一往不咎，老夫毁生死簿时，你在何处？老夫闯灵山时，你在何处？如今老夫要将徒儿救回来了，你倒是跳出来了。天道有常，万物有序，孙悟空的命数本就不该存于3界。老夫的徒儿是天生地养的石猴，是吸天地精华而生的灵物。你一句不该存于3界，就想抹杀它的存在。500年前你装聋作哑，500年后你来跟老夫谈天道。老夫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悟空的命老夫就定了。你若想拦，尽管出手。但老夫提醒你一句，老夫能毁生死簿，能拆灵山，能逆流时光。你若逼急了老夫，老夫不介意连你这天道一并掀了。祖师爷真是太他娘的霸气了！老祖退了。悟空，回来吧，为师在这儿。猴哥，呆子，你怎么瘦了？你这糟霉的猴子，500年了，你知不知道俺老猪有多想你？你知不知道俺老猪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假货顶替了你的位置，俺老猪还巴巴的跑去给他送酒？俺老猪是个蠢货，是个混蛋，是个……别哭了，愁死了。猴哥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悟空，你受苦了，不必多礼。你刚回来，魂魄尚未稳固，需静养一段时日。师父，弟子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傻猴子，为师说过，师父给你顶着。祖师，那红军老祖，他不敢出手，因为他知道老夫方才说的话不是虚言。祖师爷，俺老猪这辈子没服过谁，您是头一个。悟空，你感觉如何？师父，弟子感觉有人在等着弟子去算账。好，等你养好了伤，为师陪你去。还有俺老猪，猴哥，这回你可别想甩下俺。呆子。不错，这府邸修的气派，比俺老孙当年的花果山还阔气。孙悟空，
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怎么不装了？不念阿弥陀佛了？不摆斗战胜佛的架子了？成王败寇而已。当年选了我，那是你的命，现在随你处理，何必多言？有种比你顶替俺老孙这500年有种多了。孙悟空，你被镇压500年，魂魄刚复，而我苦修500载，今日未必输你。哼，试试。怎么可能？你以为俺老孙这500年只是在受苦？金波日日消磨俺的魂魄，俺便日日与他对抗。500年，俺的魂魄被打散重组了36000次，每一次重组都比从前更强。你以为你苦修500年？俺老孙是在地狱里淬炼了500年。好一个淬炼500年！孙悟空，我认栽，你动手吧。呆子，交给你。500年的酒不能白送，随你处置。俺问你，这些年俺每次送酒来，你为何不赶俺走？因为那是500年里我唯一觉得自己像他的时候。你叫我猴哥的时候，是真把我当你师兄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冒牌货，可那一声猴哥是我500年里唯一听到的真话。俺不杀你命，等猴哥掀了这灵山，让3界来定。出来，跟我滚出来！孙悟空，你来了。如来老儿，俺只问你一句：500年前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俺？杀不得，你是天地灵猴，杀你天道反噬，灵山不存。所以你将俺镇压在筋斗之下，让六耳替俺成佛。天道以为俺活着，3界以为俺已成佛，你稳坐灵山，万事大吉。不错，好算计，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何事？俺老孙有师傅，也有师弟。如来，3日前老夫说过，你怎么对悟空，老夫便100倍奉还。今日便是兑现之时。胡提，你当真要与我为敌？与你为敌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老夫只问一句，你们谁愿陪他一起？500年前之事，贫僧不知真相，今日方知，不过问。我等不过问。好家伙，如来老儿成光杆佛祖了！好，500年经营，一招散尽。菩提，你赢了。老夫不曾想赢，老夫只要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何谓公道？孙悟空乃天地异术，若不镇压3界格局，必被他打破。本座所作所为，是为3界安稳。为3界安稳，就可以颠倒黑白；为3界安稳，就可以让冒牌货顶替俺500年。如来，你口口声声为了3界，可这500年，3界可曾因为你这一桩勾当变得更好？妖魔横行，就苦难依旧。你不过是用俺老孙的命换了你的灵山安稳。今日俺不杀你，不是因为不敢，是因为杀了你，3界真会乱。俺老孙虽不是什么圣人，却也不想让众生替你的罪过陪葬。但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动俺身边的人，下一棒砸的就是你脑袋！走吧。去哪儿？方寸山，桃花开了。有桃子吃吗？就知道吃。那猴哥你不想吃？想。佛祖，从今往后，灵山碧山千年。呆子，你说咱接下来去哪儿？俺听猴哥的。去高老庄？去那儿干啥？提亲啊！你不是惦记了500年吗？那都猴年马月的事了，俺早不惦记了。真不惦记？惦记。呆子，
悟空，这次师父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师父，这是此玉佩中有为师一道神念，若遇生死之危，捏碎它，为师自会赶来。师父，弟子不必多言，去吧。记住，三界之大，天外有天，你虽历经磨难，却也不可恃强凌弱。弟子谨记。祖师爷放心，俺老猪一定看好猴哥，不让他闯祸。猴哥，咱第一站去哪儿？花果山。俺老孙500年没回去了。猴哥，那花果山，听说当年你被二郎神一把火烧了之后，俺知道，但那是俺的家。猴哥，要不咱先找个地方歇歇脚？大王，你是老马猴？大王，真的是您！500年了，老奴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其他人呢？崩将军呢？八将军呢？都死了。当年二郎神火烧花果山时，八将军被射成了筛子，他们至死都挡在水帘笼前。猴哥，冷静，那都是500年前的事了。二龙神也是奉命行事。俺知道冤有头债有主，这笔账俺会跟玉帝老儿算。老马猴，去把还活着的弟兄们都叫来，大王尊回来了，没人再敢欺负花果山。大王，您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俺老孙还有事要做，但俺保证做完之后就回来陪你们。大王，我们等了500年，不怕再等几年。没想到天庭那帮家伙比秃驴更狠。怎么又想散伙了？散什么火？俺就是替猴哥你憋屈，被镇压了500年，回来一看家也没了，这天道真他娘的不公！天道从来就不公，俺老孙早就知道了。那咱接下来去哪儿？天庭，找玉帝老儿讨个说法。嘿嘿，猴哥，俺老猪就等你这句话。那孙悟空当真回来了？回陛下千真万确。灵山那边传来消息，如来佛祖已宣布灵山闭山千年，斗战胜佛府邸被夷为平地。那六耳猕猴如何？被孙悟空一棒震碎浑身筋骨，如今被囚在灵山后山。据说猪八戒留了他一命，让他还500坛酒。还酒？唉，当年二郎神火烧花果山是朕下的旨，那孙悟空此番回来，陛下不必忧虑。那孙悟空再强也不过一人，我天庭兵多将广，何惧于他？李天王，你可知道此番救出孙悟空的是谁？谁？菩提祖师，灵台方寸山的菩提祖师。那位不是早已不问世事了吗？所以朕才头疼。孙悟空一人朕不惧，但若他背后站着菩提祖师，那就不是一人的问题了。报陛下，南天门外来了2个人。谁？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和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妖。那猴子说什么？他说让陛下出去见他，否则他就把南天门拆了。来的真快啊！500年了，这门还是这副德行，金碧辉煌，晃得人眼睛疼。猴哥，咱就这么直接闯？俺老孙是来讨债的，又不是来做客的，先礼后兵。那你刚才说拆南天门，吓唬他们的？哎，500年了，他身上的杀气怎么比当年还重？你没听说吗？灵山被他拆了一半，如来佛祖的金身都被打裂了。那咱们拦不拦？拦得住吗？大圣，晋级使者，2位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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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老管儿，500年不见，你这白胡子又长了不少。托大圣的福，大圣此番来天庭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找玉帝老儿聊聊。陛下正在凌霄宝殿等候2位，请。猴哥，这老管笑得这么殷勤，怕是有诈。怕什么？有诈最好，省得俺老孙找不到动手的理由。久违了，凌霄殿。这凌霄殿比灵山气派多了。玉帝老儿，好久不见。孙悟空，500年了，你倒是一点没变。变了。500年前的俺老孙
见你这张脸就想抡棒子。如今俺老孙学会了先讲道理。哦，你想讲什么道理？2笔账，第一笔，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是俺理亏，被你压在五行山下，俺认。但你让二郎神火烧花果山，烧死俺猴子猴孙数万之众，这笔账你认不认？当年你大闹天宫，3界震动，花果山群妖皆为从犯，朕下旨清剿，是依天条行事。那俺问你，俺那些猴子猴孙修为最高不过地仙，连南天门都没踏进过一步，他们犯了哪条天规？他们杀了哪个天兵？他们抢了哪座仙府？他们唯一的罪，就是跟了俺老孙这个道王，就因为俺老孙大闹了天宫，他们就得死。说得对，株连9族也没这么株连的。当年之事，朕确有失察之责。二郎神，你来说。陛下，末将当年奉命围剿花果山，确曾下令清剿余孽，此事末将担责，与大圣无关。平心而论，你是个对手。当年你火烧花果山是奉命行事，俺不恨你，但今日玉帝老儿把这事推到你头上，你就这么认了？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末将无悔。好一个忠君之事！杨戬，俺老孙敬你是条汉子。当年的事，俺可以不再追究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大圣请讲。你亲自下界去花果山，对着那些猴子猴贼的埋骨之地上3炷香。放肆！二郎真君乃天庭神将，岂能向下界妖仙屈膝？俺老孙跟玉帝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碧豪，我答应你。杨戬虽无愧毁誉心事，但数万生灵因末将而亡，这是事实。3炷香，末将上得起。第一笔账清了，现在说第2笔。还有第2笔？500年前，俺老孙保唐僧西行，历经9981难，终成正果。如来封俺斗战胜佛，但就在俺成佛的那一日，真假美猴闹上灵山，如来用金豆罩住了俺，对外宣称打杀的是六耳猕神，整整500年。而六耳猕猴顶着俺的名号，做了500年的斗战胜佛。愿帝老儿，你是3界之主，灵山册封斗战胜佛的时候，你在不在场？朕在场。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受封的是假的？朕知道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早就知道。当年如来向朕通报此事，说孙悟空乃天地异术，他提出以六耳猕猴替代，朕默许了。好，你承认了就好。俺老孙今日来，不是来拆你的凌霄宝殿，灵山俺都没拆，何况天庭？但俺要你记住一件事，从今往后，天庭也好，灵山也罢，你们做什么俺不管，但若再敢动俺老孙的人，俺老孙下一棒砸的就不是南天门了。猴哥，这就完了？完了，不揍他一顿出气？揍他有什么用？揍了他，3界真会乱。猴哥，咋停了？杨戬，3日后花果山，俺老孙等你那3炷香，必到。